现在买房会比2022年下半年更好吗？如果你这几年有关注房市的话呢，一定会知道西雅图2022年的下半年曾经是一度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买家市场。那么现在在这个市场里面买房，比起那个时候来讲，到底会更好吗？今天我在给大家查了一下 NWMLS 和 Freddie Mac 并且查了这两个时期的总价、库存成交、溢价空间还有利率这五组数字。那听到这里的话呢，可能有些人要说经纪人嘛，当然是说现在买好，而且永远现在都是最好的时机啊。可是数据呢就是数据，跟我站在哪边没有关系。今年7月的数字实在是跟2022年7月的数字差距挺大的。我一个月一个月的给大家摆在一起出处呢我也放在描述栏。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回到2022年的这个下半年，看看那个时候的市场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要说的是价钱 ，King County 的 Single Family 中位数的成交价在2022年的7月是89万，那么到了12月跌到了82万5，半年跌到了几乎7%，所以在那个半年里，市场实实在在的确是在跌。大家呢在印象里面的这个砍价的市场也真的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但是。可是跟价钱一样非常重要的另一件事情，就是那半年里面市场上的房子库存的数量，可以给大家选择的房子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在2022年7月的时候King County 的独栋，也就是 Single Family 同时间挂在市场上库存总共是1360多套，当月的成交总数也仅仅只有1900多套，平均到每周也就是400多套的成交而已。当时市场上的库存充足率是1.89个月，换句话说呢，就是市面上的房子不到2个月就能卖光。所以在2022年下半年是一个怎样的市场呢？当时的价钱确实是下来了可是能挑的房子实在是不太多。那我们再看到现在。在2026年的7月份的时候，现在的价格 King County 的独栋 Single Family 的成交价中位数是99.5万，这跟2022年的7月的89万相比高了将近1成。那这个数字的来源是 NWMLS 目前公布的官方月报，所有的年报和月报我自己都翻过一遍，所以在这里呢，我再次跟大家确认一下，当下的房产市场从数据上来看，依然不比2022年的下半年要来的便宜。不过今年可以确定的是，目前的价格方向确实还是在往下的，并且今年的下跌呢，实际上是从4月就开始的，比往年都来得更要早。4月份对比上年的同比跌了6.8%的房价，6月呢也依然是跌了4.6%。这其中呢，尤其是以东区，它的跌幅更为明显。今年1月到6月，每个月的同比都是负的。再看看上市房子的数量，2026年的7月，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 ，King County 的 Single Family 独栋在市场上的总数是5300多套，跟2022年同期的这个7月3600多套的数字相比，多了几乎45%。那成交的数字呢，1600多套，一周360多套，2022年同期的时间是每周400多套，少了几乎要有2成。那是不是卖房的人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呢？也不是今年7月新挂出来的房子3100多套，2022年7月也是3100多套。从上市房子数量的角度来分析，几乎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所以这笔账实际上是这样的：挂房子的人的数量没有变多当然也没有变少，可是买房子的人大概少了接近要有2成，房子卖不掉，一个月一个月的累积下来，就堆积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库存。当下的库存月数是3.34个月，比2022年7月的时候多了将近8成。还有一件事情比数量本身更说明问题，华州房市的季节性本身就比较规整，往年5、6月份的时候房子就最多，过了这个时间点，库存就开始慢慢下滑。2025年的时候就是这样，6月的时候库存已经见顶，7月的时候库存就打平了。但是今年我们在7月的时候看到库存的数字依然还在往上走，比起6月又多了7%。我们把这3组数字放到一起，在不站边的情况之下，老徐给大家聊聊当下市场的溢价空间。那最能够体现当下买卖家市场里面的话语权的数字是成交价对比上市价的这个对比数字。那么这个比例如果越低，说明一套房子在上市到成交中间被砍价的幅度就越大。2026年7月 King County 的独栋成交价是上市价的100%，听上去好像是不是买家一点价钱都没有砍下来？但是这个里面也是比较有讲究的，这个1%比的是最后的那个挂牌价，而不是最初的挂牌价。很多房子在成交以前已经降过1轮甚至是好几轮的价钱了，那么降完价再拿到的成交价当然是100%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换成最初的挂牌价来比呢，今年7月的这个数字是 98.8%， 中间是 1.2% 的价格差，就是这些房子在成交之前自己已经降掉的部分。那我们再把过去几年的7月的数字都拉出来对比一下，一个7月对比一个7月，这样去对比。2022年的时候，这个价格差是0；23年的时候也是0；24年的时候7月也是0；25年的7月就开始有了 0.8%， 到了今年是 1.2%。也就是说，今年这个7月是过去几个7月里面被砍价最多的一个月。这里我们不要忘了，在过去这几年的7月里面，也都是价格开始到顶下滑的月份，很多房子他们也都是改了上市价钱，所以成交的，在成交之前他们也都有调过价，所以今年的市场对于卖家来说之差可想而知。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利率。从 Freddie Mac 那30年的固定利率的数据历史来看啊，现在是 6.69%， 跟2022年下半年的平均值 6.15 相比，现在的利率要比2022年还要再高一点。但是如果把现在去对比2023和2024两个利率更高，全年平均值在 7% 以上和 6.9% 以上的年份来比较的话呢，现在的利率还是低了不少的。所以单从利率这一条上面来讲，现在跟2022年的下半年比不占便宜，但是跟过去2年来比啊，利率确实好了一些。如果我们把这5组数字放在一起的话呢，画面基本上是这样的。从价格方面，现在对比2022年的7月来讲，价格差不多高了1成左右，利率也高了一点。换句话说，从买家的角度来讲，其实现在的市场的平均均值对比2022年来讲，买同样的房子，买家还是需要更多的支付的费用。但是从房子的供需这边来看呢，库存多了4成半的数字，成交量却少了将近2成，所以从库存月数充足率来看，现在多了将近8成。而且当下这个时间点，理论上从周期上来说，已经过了往年应该要回落的月份，可是库存却还在往上走，在这个市场里面也更容易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总结一下，放在一起来看呢，2022年的下半年和现在其实都是买家市场，但是是完完全全2种不同的买家市场。那个时候的房价是下来了，可是市面上却没有几套房子可以给你挑。好价钱的优质房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时依然是难以触碰的幻想。而现在不同的是，价钱虽然没有便宜多少，但好房子实实在在的是多了一大截。在看起来可能差不多的价钱情况下，你能买到的房子好了不少不说，甚至还频频市场里有漏网之鱼，让你能在好价钱上面买到好房子。大量的滞销房产让买家在谈判桌上的话语权明显大了很多。当然视频讲到这里，我不是想说一定现在就该出手，我只是想说能挑的房子从现在的角度来讲真的是多了很多，这一条是今年真正做了改变的地方。归根到底，这几年真正变了的不是价钱，而是话语权。今天要说的数字都说到这里了，如果您要考虑自己的买房计划呢，更重要的还是您自己的预算和时间表。至于房价接下来会不会跌呢，这个我也不知道，也没有人能够预测房产，包括我也不能。我知道的是，这5组数字啊已经发生了，是什么样我刚才都已经摆给大家看了。跌了该怎么办，这是另外一件事，我另外开一期专门跟大家讲。视频的最后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视频里面所有提到的数据我都会标明出处，具体您看中哪套房子是什么状况，还得要和您的 loan officer 和经纪人进行核实。我是西雅图的地产经纪人老徐 Ryan 徐，也是 Exceed Realty 的创始人。今年呢，承蒙大家的照顾，有幸再次在 Wall Street Journal Real Trends Verified 里面排名在华州第3。接下来的8、9这2个月呢，大家可以自己盯一下市场里面降价跌幅的这个数字，看它接着往上走，还是就停在那里。那么在看视频的你是准备等着这个房市接着往下跌呢，还是已经开始看房了？评论区打2个字，等或者再看，我看看大家都是什么状况。觉得这期有用的，记得订阅，打开小铃铛。每周2、每周6晚上9点、11点，我都在直播间等大家到来我们下一次再见。